嗨，好久不见！所以今天我准备了一个影片，一个视频，是我想要跟你们一起看。然后这个影片是在讨论，就是为什么狗狗有时候会歪头。对，这个是歪头。对，所以这个影片是来自一个 YouTube 的频道，是一个台湾的频道，它叫志奇七七。就是我很喜欢看，我也喜欢跟我的学生一起看，在上面他们会讨论生活上面的事情，还有社会上面的事情，可能一些国际的新闻，一些两岸的新闻。两岸就是台湾啊，还有大陆两岸的新闻。对，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影片，然后我们一起一边看一边学一些新的词吧。对，好，我们开始吧。会买哦。大家都知道狗狗摇尾巴可能是代表心情好，但你知道狗狗歪头是什么意思吗？所以他刚才说了一些词，他说了大家都知道狗狗摇尾巴是代表心情好，所以摇是这个摇，或者是你可以摇你的头，你可以点头，你可以摇头，或者是这个也是摇，比如说你买了一杯饮料，然后你要摇一摇，所以在台湾有很多的手摇饮料。对，所以他说啊，狗狗摇尾巴是因为心情很好啊，很开心啊，所以他问大家知不知道歪头是什么意思？所以刚才我们说这个是歪，然后这个是摇头，然后歪也是这个是歪。可能你想要在你的家里的墙壁上，你想要挂一张画，所以你在挂的时候你就觉得啊，那个画歪了，或是这个画是正的。对，所以你也可以说画，挂歪了，想要挂正，或者是你也可以说，想歪了，对，想歪了。比如说，如果我问你，诶，你的弟弟多大？然后如果我可能是在问说啊，他的年纪多大？可是如果你是男生，然后你说啊30公分，那我就说啊是你想歪了。如果你不懂的话，你可以在留言问我，这是应该是一个那个黄色笑话，一个很冷的笑话。对，好，所以这个歪头，我们继续看吧。是故意在卖萌装可爱呢，还是它其实是在偷想色色呢？所以他问你是不是狗在卖萌？卖萌就是啊，好像它很可爱啊，他就想要把它的可爱卖给别人，就是很像是在装可爱的意思，就好像假装我很可爱那种感觉。对，或者是他说了偷享色色，你看在那个影片里面有一张卡，上面说可以色色，然后这个照片里面有一只柴犬，柴犬是一种狗，在日本很多，然后这个柴犬的脸看起来就很色的感觉，不知道。对，好，所以在偷想，偷想就是你自己偷偷的在心里面想，然后你不让别人知道，就是偷想。对，你可以偷想一个事情啊，你可以偷听别人说话，你可以偷看，别人的日记是不对的事情，偷看、偷听，对，或者是你可以偷吃，对，你偷吃你姐姐的蛋糕，或者是如果一个男生啊，他有一个女朋友，然后可是他有第二个女朋友，他的女朋友不知道，那他就是在偷吃，这个也是偷吃，偷偷的在吃，对。好，我们继续看吧。为了研究这个问题，匈牙利有一个叫做索姆斯的动物学家设计了一个实验，所以他说，在匈牙利啊有一个动物学家，所以学家就很像是一个专家，比如说科学家，还有数学家，还有化学家，对，然后这个是动物学家，就是在研究动物的，也有植物学家，动物还有植物，对，好，所以他说这个匈牙利的动物学家他就想要研究这个问题。对，匈牙利是一个国家，它在欧洲，它在中欧，所以有西欧、中欧还有东欧。对，好，知道狗狗听人类说话的时候，歪头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他将40只狗狗分成了聪明组跟普通组，接着又分别命令他们去拿不同的指定物品。所以他说，在这个实验里面他是怎么做的？所以他就请了40只的狗狗，然后把狗狗分成了实验组，诶，不是实验组，他把狗狗分成了聪明组还有普通组。对，所以分成就是有一个很多东西，然后你把它分成什么什么。对，比如说
现在我在网络上教中文课，所以我是就是线上的家教。然后我的课有2种，我把我的课分成了用课本上的正式的课，还有就是随便聊天的课。所以我把课分成了2种。然后这个动物学家把这个40只狗狗就分成了聪明组还有普通组，所以听起来有20只狗狗是比较聪明的，20只狗狗是比较普通没那么聪明的，不知道。对，所以他就要叫这40只狗狗都去拿一个指定的物品。对，他还没有说，所以指定物品就是不是随便的，比如说啊，你随便去帮我买一个东西啊，不是，是我指定你一定要帮我买臭豆腐，你一定要帮我买什么东西，是我指定的。对，所以你最常听到指定的时候，可能是你去超市买东西，你去百货公司买东西，他们会说啊，指定商品打7折，指定商品打8折，就是不是全部的商品都打折，只有指定的，他们说啊，这个有打折，这个没有打折，所以指定的商品打折。对，好。绳子等等。结果聪明组的狗狗呢，不但可以比较快学会记住一个新物品的名称，重点是它们比普通的狗狗更容易出现歪头。所以他说，这个实验就是他请狗狗都去拿一个指定的东西，像是绳子。所以你可以拿绳子来绑东西啊，或者是如果你带你的狗狗、带你的猫去公园，可能你也要给你的狗狗上那个牵绳啊，上牵绳，所以狗狗不会乱跑。对，可能在台湾是这样子。对，好，所以他说这个实验的结果是，他们让这40个狗狗去拿指定的物品，去拿绳子。结果他们说，聪明组的狗狗可以比较快的记住这些东西的名字，然后也更容易歪头。对，好。索姆斯认为哦，歪头可能就是聪明的狗狗在努力思考动作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讲话的时候，狗狗常常在歪头，它可能呢就是在认真思考你跟它说的话哦。那虽然这个研究结果还需要更多的证据，但不管，这真的太可爱了。所以我的结论就是呢，狗狗赞。所以他说，对，所以这个研究的结果就是显示了，好像是可能聪明的狗狗，好像它们比较常歪头，所以歪头可能是他们在很认真的、很努力的在思考的一个动作。可是呢，因为可能是只有这个实验啊，才有这个证据来显示，所以可能证据还不太够，那个研究不够，可能就证据不够，所以虽然看这个实验，大家觉得可能是这样子，可是其实可能还不一定是这样子。对，因为证据不够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完了这整个影片，然后我可以来问你们一些问题，看看你们能不能回答出来。对，你们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，或者是你们可以跟我订一堂课，然后一起来讨论这个影片也可以。对，好，所以第一个问题是，为什么这个匈牙利的动物学家要做这个实验啊？还有第2个问题是，在这个实验里面，他们一共找了多少个狗狗啊？然后第3个问题是，匈牙利的这个动物学家啊，他把狗狗请来这个实验里面，然后他把狗狗分成哪2组啊？好，第4个是实验的结果是，他们觉得狗狗歪头是代表了什么事情？好，然后最后一个问题是，这个研究结果是，就是歪头的狗狗在认真思考的这个证据吗？这个证据够吗？对，好，那就这样子。我觉得我这一次说的比较快，因为这个是中级的。不过在 YouTube 你们可以自己调那个速度，所以你们可以先调得慢一点，然后可能你们学会了，你们再调得越来越快。对，好，那下次见吧，拜拜。或者是这个也是摇，比如说你买了一杯饮料，然后你要摇一摇，所以在台湾有很多